嗨，大家好，我是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练球日记。人少怎么练？不管你在什么层级，就是不管你在校队啊，在系队，或者是跟朋友在外面打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总是会遇到有场有球但没有人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来练球呢？看一下台词。那通常这种人少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你的队友可能受伤啊，可能去约会啊，或是家里有事之类的，然后就一堆理由，整个球场就剩下少几只猫这样。OK， 那今天我就是专门为就是比较少人的情况来设计的练球菜单。基本上你只要2到3个人以上，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菜单了。那如果说假设今天人比较多，可能5个、10个也都没问题，人只要加上去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练习菜单是蛮万用的，就是看大家怎么运用。就是我今天练习的项目，它今天是比较进阶的菜单，进阶哦，所以其实做起来很难。那如果说今天看完这支影片之后，那你回去做了，结果做不太起来，那也没关系，就是尽可能的把它跟上这个难度。对，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东西还蛮多在控制球，那控制球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已经是在蛮高水准的，就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高低手能力、一定的攻击拦网，然后一定的跑位能力，我们才会去练这个东西。那如果说等一下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练的话，那欢迎你来我们的 MVC 俱乐部，欢迎加入我们的俱乐部，然后可以跟我们一起练球。我这边会帮你设计菜单，然后也根据你的强度、根据你的能力，然后去帮你标说你的动作哪里需要调整。我会去根据每一次来上课的人的程度，然后去调整说，我今天要多练一点防守啊，防守难度再强一点啊，或是多练一点攻击啊之类的。就是每一次都会去客制化这个练习的菜单。对，我不会说比较制式的说，今天大家都必须要是很中阶、很厉害的人。对，我会从同样的练习项目里面去跟大家说，你可以多做一点什么，或者是你先做到什么就好，因材施教这样。没错，就是欢迎加入 MVC。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咯。来，先看一下我们的 agenda， 就是今天一共有5个练习项目要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是3角大秀加修正，第2个就是3人跑动大秀，大秀就是扣手。第3个就是3米小场对决，第4个呢是大场的定点对打，第5个呢是大场的2对1情境训练。我觉得这5个练习项目练起来其实是蛮欢乐的，就是虽然说会很累，因为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人又很少，没有办法休息，但是我觉得做起来应该是蛮快乐的一件事。好，那第一个练习就是3角大秀加修正。那这东西很简单，它就是分成3个位置，分别是2号位、4号位还有6号位。他们的工作就是很单纯，2号位的人做修正球，4号位的人扣球，然后6号位的人守备。那这3个人就是各自训练一个单一的动作，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因为就是你就一直练好你现在正在做的动作就好。一开始就是4号位的这一边先发球，那就是把球扣给6号位的防守者。那6号位的防守者就尽可能的把球守在3米线，场中间3米线偏2号位的地方，就是中间偏右，让我们的修正的2号位这边可以去做修正球。对，那这边就是然后防守者就必须要很精准的控球，那你接歪了之后，举球你就会很难修正。好，那2号位的举球员这边就是跑到球的正下方之后，朝着4号位的攻击手把球拖出去，那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修正球的练习。4号位的攻击手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修正球修过来的球扣回去给6号位，就这样很简单的3个角，这样轮流的去扣球、防守、修正、扣球、防守、修正，这样。OK，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假设你今天扣球扣歪了，防守不好守，那你今天防守守歪了，修正不好修，修正修歪了，扣球又不好扣，就是你知道，就会环环相扣。所以整个来说，控制方向还有力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练习的重点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不要让球掉到地上，尽可能的维持，就是让球一直在空中，一直在这3个位置轮转。那如果说这个练习可以维持的越久不落地，代表大家的球技越好，因为就是你的控制能力越好。单一方向这个246这个方向有点逆了的话，其实可以反过来做，就会变成顺时钟的。对，这个练习蛮有趣的，到时候就会有人一直要捡球。第2个练习项目3人跑动大秀。那这东西以前在我们 MVC 俱乐部有练过，很简单，就是1个人扣球，2个人防守。假设 A 防守守起来之后，他是守给他隔壁的 B， 之后 B 再修正球回来给 A 扣球。那这时候呢，在 A 扣球之前
B 要跑到对面跟 C 一起防守，也就是跟刚刚的攻击手一起防守，所以就是这样子循环，就是一个人扣球，两个人守备，有守备的那一个人准备攻击，没有守备的那一个人准备修正，并且退防守。看起来有点复杂，但是其实那个概念很简单。那这个练习它含有跑动的成分，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拿来练技术，也很适合拿来当暖身，就是因为可以跑动，然后一边做动作，然后可以去适应一下球上的节奏。那跟刚刚一样，就是这一整个练习对于球技上的控制的要求非常高。对，因为如果说你扣不准，修正修太歪，或是防守守不起来，没有办法守给你隔壁的队友的话，其实这个球都很难进行。第3个练习，3米小场对决。好，这个小场的练习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把整个场那个9.9米的这个场变成是3×3的小场地。这个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我们要去控制这个球，观察对手的动向，然后想出战术，在这个小场域里面得分。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个3米小场的对决，它可以练到精准的球感，就是我们在运用我们的高低手啊、攻击啊，甚至是拦网，就是各种打球的技巧。然后在这个小场地里面，我们要有非常强大的控球能力，才可以好好的把球控制在这个场域内。因为你一不小心太用力了，第一手送过去，直接送outside，或者你的吊球那个精准度不够高的话，你也很容易掉outside或是掉no in这种各种失误。所以呢，就是对于控制球的能力要求非常高。那如果说3×3的这样子的场地太小的话，想要塞2个人，我们就可以把场地画大一点。就是像是6×3，那因为场地变大，所以单人就是在这个场地里面跟1对2这样对决难度也会变更高。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练习，因为这个就是从我国小开始，对，从我国小15年前开始到现在，就是都是我一个非常喜欢也非常常玩的练习菜单。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练习，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喜欢上这个练习，就是很有趣，就是跟对方1对1的单挑这样。好，那下一个练习是大场的定点对打。那一开始呢，我们可以先去指定站位，就是两边的攻击手要站在6号位对上6号位，或者是5号位对5号位这一种。那这样练习呢，可以是3个人或3个人以上做，那其他人就是多的人就在后面排队这样。那我这边以3个人举例，就是两边各站一个防守反攻的球员，那中间有一个是双方共享的举球员，双方共享哦。那当球打到这边的时候，就是防守反攻的球员除了要把球接起来之外呢，就是还要接得够高，而且够精准，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举球员跑回来的时候来得及可以举球，而且举出稳稳的好球这样。那举球员的工作就是两边跑，那跑到位之后举后排给反攻球员，然后再跑过去对面，然后去举下一颗球。那反攻球员攻击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是要好好的控制球的方向还有力量，就是要非常准确的朝向那个5号位或6号位那种对方的身上打。那这样子打才可以确保说整个练习能够继续进行。那如果说对方是在1号位，那你打到6号位去的话，那他就很难守，那很难守就不能连续的去操作这样的球。对，所以一开始呢，我们才要去安排双方的站位，就是必须要站在一个定位这样。那两边的站位安排啊，如果说双方的距离越远，那基本上它的控球难度也就越高。那所以就是我才说今天是非常就是很进阶的菜单，对，因为真的练起来不简单。所以如果说扣球的人控制得够好的话，我们可以用强扣的方式把球扣给对手，那也可以增加整体练球的难度。好，第5项就是最后一项，2对1的情境训练。那这练习大概就是今天最难的一个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有指定的打法还有规则，那目的就是在有限的行动框架下，让自己想出并且使出最有效的打球方法。那人员分配大概就是1对2这样。那单人的那一边，因为只有1个人，所以自己必须要掌握3次击球的机会，就是自己要防守，自己要举球，然后自己再攻击。行动控制就是攻击的时候只能用撸球，用撸的这种软球。那双人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对手要把球打过来的时候，因为是用撸球的嘛，所以他可能撸短或是撸长。那这边
我们就是要去防守，然后要去判断说这颗球可能短可能长，然后运用我们的脚步去踩到定点去守备，然后把这颗球守给自己的队友，让他举球。好，那再来这边的重点，这边的双人这边的限制就是攻击必须要把球打在对方的身上，就是必须要，因为对方只有一个人。那如果说他要东奔西跑，一下手直线，一下手斜线，然后这样防守之后还要修正，根本就不可能练得起来。所以单人这边就是他站定位，双人这边要把球准确地打到他的身上。那反过来说，单人这边就是要好好的守备，因为对面会把球打过来找你。那你就是要练习说，当球来找我的时候，把那个球控制得好，把它守起来，守给自己可以举球。所以两边的练习重点不太一样。那但是他们都是去针对排球基本功，然后球感上的掌握，那这些东西精准度一定都可以练习之后，一定都可以大大的提升。然后我觉得这个练习就是又累又难，但是我觉得非常有用，就我觉得很适合，就是来练我们的球技，然后练我们的手感，练我们的那精准度。OK， 好，那赶快学起来，下次去球场用吧。好，那最后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掌握这一颗排球，就可以在球场上予取予求。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中二，但是它有它的道理在。因为我觉得打球想要得分，想要厉害的得分，想要简单的得分，要先去掌握这一颗球。那想要更专精自己的球技的话，就去练球吧。好，今天的练球日记就先分享到这边。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追踪跟按赞哦。我们下次见，拜拜。